艾滋病毒无处不在，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播，想躲也未必躲得掉。每年全球约新增130至150万的新艾滋病患者，光是2023年就有63万人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3年全球有约3990万艾滋病患者，这数目相当于一个加拿大的人口啊，不要玩玩。而这其中的15至49岁的感染率为0.6%，而非洲依然是全球感染艾滋病率最高的地区，共有2600万人感染艾滋病。可以说，全世界的艾滋病有2/3是发生在非洲，就是每25个非洲成年人中就有1个感染艾滋病，几率为4%。而非洲地区目前依然占领着全球新发艾滋病例的50%，也就是说，全球每发生2宗新的艾滋病病例，新的就有1宗是发生在非洲。非洲有很多国家，但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就有1宗是发生在那边。We have 7 million South Africans living with HIV to date. So weekly in South Africa, we have more than 200,000 new infections weekly. And these are amongst young women between the ages of 15 to 24. When a young woman engages in transactional sex, the intention is to get money or a cell phone or new hair or a lifestyle that the parents cannot afford. Because in society there is pressure to live in a certain way, to hang out with a certain group. Therefore, that opens a window for these women to be violated. And when they are violated, they will take the violence, as long as the violence comes in with what they want. That's our sad reality. In my case, it was just a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He was older than me and he has had more power, but then there was no arrangement. I don't even think I loved him. No, I would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It was just what I could get from being with him in terms of the respect I got because I was dating a so-called celebrity. It wasn't really about love. I just felt good inside and it filled the void that I had inside of me. I didn't know that he was living with HIV. He did not disclose his status to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有关注了，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香港和新加坡哪一个才是亚洲第一的金融中心呢？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现在就让我们盘点一下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率最高的3个国家 Top 3。第一名，斯威士兰 Eswatini。它的感染艾滋病率高达27%，位居全球首位。这个斯威士兰呢，你没有听过，我也没听过。它是非洲一个南部国家，它不靠海的，它是一个内陆国。OK， 面积大概是1.7万平方公里，大概北京的 size， 北京的大小。人口大概在15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4个国民中就有1个是中了艾滋病。因为这边的性观念比较开放，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异性传播占据主要的传播方式，占艾滋病新增病例的94%，而女性感染率则更高，30.3%，而男性则为19.9%。尽管该国在抗击艾滋病方面采取了很多种措施，但高感染率乃对其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重大的挑战，尤其是性工作者和同性感染率非常之高。在斯威士兰，性工作者的感染率为60.8%，因为非法化使性工作者和同性恋很难获得艾滋病预防、检测和治疗等服务。严重的歧视和污名化造成很多艾滋病患者不愿意站出来接受艾滋病的诊断和服务和治疗。所以这个斯威士兰的情况很能代表非洲，性观念开放，但又不注重性安全，想要爽又不愿意戴套，是不是套不足？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你觉得呢？这个艾滋病呢，它是有很长的潜伏期，受害者一开始他们是不知道的，前几年或前10年他不会有明显的难受，而政府就选择性忽视这种病情，而民众更是不以为然。我虽然现在是红码，但是我能吃能穿，生龙活虎。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何必要担心一种在几十年后才会把人杀死的那种病毒呢？所以他们选择性忽视，这就是斯威士兰目前的现状，使其得到艾滋病感染率第1名。第2名，莱索托 Lesotho， 非洲南部，是全世界最大的国中国，全部被南非共和国包围。因地处高原，所以莱索托也被称为天空王国。1966年10月4日从英国正式独立，其国土面积为3.355平方公里。2023年，它的人口约221万人，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全国有49% 以上的人口生活低于国际贫穷线的1.25美金，而且这边的艾滋病也是失控了。
赖索托的艾滋病感染率为 23%， 位居全球第2。该国约有38万人感染艾滋病，其中儿童占据了 10%， 而妇女则占了 27%。该国人均寿命仅为42岁而已。财富下降、教育水平低、婚姻状况和初次性行为时未使用避孕套以及男性包皮环切都被确认为增加艾滋病感染率的源头。根据当地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地儿童每完成1年额外教育，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就会明显下降。尽管莱索托的小学教育是免费义务教育了的，但并非所有的儿童都上了小学，而上完中学再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就更少了。在莱索托，有 23% 的女性和 14% 的男性只完成了小学的教育。第3名，博茨瓦纳，这是位于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面积达581700平方公里，比法国面积还要大，比你马来西亚加新加坡还要大。全国的国境皆为干燥的地形，卡拉哈里沙漠占据该国大约 70% 的领土。也就是说，它全国大约有 70% 以上领土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2023年，该国有240万人口，而艾滋病感染率约为 20%， 也就是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得到艾滋病，位居全球第3。虽然波兹瓦纳已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国家中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了，但依然敌不过艾滋病。艾滋病率依然在其国内蔓延，但近年来，波兹瓦纳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以实现959595目标。这边可能会好奇，什么是959595呢？也就是说，95% 的患者已经知道他中了艾滋病，而这其中95% 知道的人的95% 正在接受治疗。而这正在接受治疗的95% 里面的人呢，有95% 已经得到病毒压制，也就是95% 里面的95% 的95%，也就经过这3层过滤，有大概约15% 的人已经被刷掉了，就是他们是大约15% 的人是没有接受治疗，但有至少85% 以上的人是接受了治疗并得到压制了。可以这么理解吧？虽然非洲各国都在极力压低艾滋病的病例，但由于设备落后和底层民众缺乏健全的健康知识，所以使得努力成效缓慢。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洲依然是全球艾滋病肆虐最严重的地区。所以各发达国家应该继续支持非洲抗击艾滋病，因为发达国家有钱有资源更有技术，非洲比较穷，它可能有资源，但是还没有开发。所以帮助非洲把病情控制住，让非洲继续适合人类居住。否则一旦失控的话，这边不适合人类居住，那非洲人可能四处乱窜，把更多的病毒带出非洲，这样子全世界都有麻烦，包括你发达国家。在世界艾滋病的这天，世界各地的社区都会通过各种活动宣传接受检测和预防疾病的相关知识。专家们说，最简单的预防方法是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当全世界的卫生部门官员们首次将12月1日确定为世界艾滋病日时，他们意识到与其他疾病不同，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毒可能会在全球传播。安东尼·福奇博士从一开始就加入了这场战斗，他致力于开发抗击艾滋病毒的治疗方法。现在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有效，感染者每天只要服用1粒药片，就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还有一种叫做特鲁瓦达的药物，能够防止未感染者感染病毒。所以资助非洲和帮助非洲国家抗击艾滋病毒，对发达国家来说，我认为是有帮助的。你认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这期的视频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知道为何印度作为一个南亚大国，为何连厕所的问题都还没有搞定呢？国内有近半数人还在露天大小便。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平台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